很多人以为出家当和尚的人都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老实人，他们一辈子住在深山寺庙里，绝对不碰女人，也绝对不会对女人动心。可是今天晚上咱们要讲的这个和尚，不仅是个超级有名的高僧，他还跟当时全国最尊贵、最有钱、权力最大的一个女人谈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结果因为一个小偷半夜去偷了一个睡觉用的金枕头，这件丑事被彻底曝光了，害得这个高僧被皇帝下令活活砍成2截。这个尊贵的女人最后也喝毒药自杀了。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老高，欢迎来到睡前故事会。在咱们今天开始讲这个大唐皇室的八卦故事之前，麻烦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先在底下的留言区打上平安2个字，然后顺手帮老高按个订阅。你们的支持就是老高每天晚上熬夜看书查资料，坚持给大家讲故事的最大动力。咱们把时间倒退回10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那个时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皇帝，国家非常强盛，老百姓日子过得都不错，不用天天打仗。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叫做高阳公主。咱们今天就慢慢聊一聊这个高阳公主。她明明有花不完的钱，有最舒服的房子住，每天都有几百个人伺候她吃饭穿衣，她为什么会放着好好的富贵日子不过，偏偏要去招惹一个在深山里念经的和尚，最后把自己的命还有身边很多人的命都给搭进去了。很多以前的历史书上都把这个高阳公主写得非常坏，说她不要脸、不知羞耻、乱搞男女关系，是个品行不端的女人。但是老高今天想带大家换一个角度，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看这个可怜女人的内心世界，看看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才会做出那种疯狂的事情。咱们要了解这个女儿，就要先从唐太宗这个当爸爸的人说起。大家如果有看电视连续剧，或者听过收音机里的评书，就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非常冷酷的狠角色。他为了抢夺当皇帝的位子，在皇宫的大门外面，也就是玄武门那个地方，亲手把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都给杀掉了。这还不算完，他还带着带血的刀，逼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把皇位让给他。这种人骨子里就是充满了野性，充满了不服输和极度残忍的精神。唐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后宫里有很多妃子，给他生了很多个女儿。在那种封建社会里，公主其实就是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大部分的女儿都很乖巧，每天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缝衣服绣花，学习怎么做饭，学习怎么做一个听话的好太太。唐太宗看着这些乖乖女觉得很无聊，觉得她们一点都不像自己这个在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唯独这个高阳公主，她从小就不一样。她不喜欢那些麻烦的规矩，也不喜欢穿那些走路都不方便的漂亮长裙子。她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喜欢骑马，喜欢带着狗去山上打猎，到处乱跑。她的性格非常泼辣，想要什么东西，就算是在地上打滚，也一定要得到。如果别的宫女或者太监惹她不高兴了，她马上就会拿鞭子抽人家。这就好比咱们现在有些被惯坏的国中生一样，叛逆得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感情投射。很多性格强势的父母，最疼爱的往往不是那个最听话、成绩最好的孩子，他们最疼爱的反而是那个脾气最坏、性格最像自己的孩子。唐太宗在看着高阳公主发脾气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影子，所以他对这个女儿可以说是宠上天了。高阳公主说要星星，唐太宗绝对不会给她月亮。就算是高阳公主把皇宫里的珍贵花草都拔了，
唐太宗也就是笑着摇摇头，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这种没有底线的宠爱，对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可能只是变成一个坏脾气的少爷或者小姐，但是对于一个皇帝的女儿来说，却是一种致命的毒药。因为这让高阳公主从小就产生了一种严重的错觉，她以为自己可以像男孩子一样，甚至可以像她爸爸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横着走，谁都不用怕。她以为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全天下的人都必须给她送过来。她以为自己的命运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做主。可是她忘记了，古代的社会毕竟是男人的社会，女孩子长大了，哪怕你是天王老子的女儿，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嫁人，去给别人生儿子，传宗接代。就算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你也逃不过被当成政治筹码的命运。当高阳公主长到10几岁，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唐太宗就开始帮她找婆家了。在皇帝的心里，女儿的婚姻绝对不是为了让女儿找到真爱，女儿的婚姻首先是皇帝手里的一个政治工具，要用来拉拢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让那些大臣更加死心塌地为皇家卖命。其次才会稍微考虑一下女儿以后的生活。唐太宗挑来挑去，把朝廷里所有的大官都看了一遍，最后看中了他身边最厉害也是功劳最大的一个大官，也就是当时的宰相房玄龄家里的二儿子。这个二儿子叫做房遗爱，咱们为了说话方便，就叫他房家老二吧。唐太宗心里算盘打得很精，他觉得把我最疼爱的宝贝女儿嫁给我最信任、官做的最大的大臣的儿子，这简直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两家联姻之后，房玄龄肯定会更加拼命地为国家干活。唐太宗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而且他也觉得这是给女儿找了一个最安稳的靠山。于是唐太宗下了圣旨，高阳公主带着皇宫里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带着几百个伺候她的丫鬟和太监，风风光光地嫁进了房家。那天的婚礼办得非常大，红地毯铺了好几条街，整个京城的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大家都说这个公主真是好福气，嫁到了这么好的人家。可是这场外表看起来非常华丽的婚姻，却成了高阳公主悲惨人生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房家老二根本就不是高阳公主喜欢的类型，甚至可以说是高阳公主最讨厌的那种男人。历史书上形容这个房家老二，说他长得5大3粗，没读过什么书，脾气粗鲁。他就是个只会骑马射箭、满身肌肉的粗人，脑子里空空的，除了打猎、吃肉、喝酒，什么都不懂。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诗词歌赋，也不明白什么是风花雪月。大家试着想象一下高阳公主的感受。高阳公主虽然脾气坏，但她是个极其聪明、见多识广的女人。她从小在皇宫里长大，耳朵里听的都是国家大事，听的都是大将军怎么排兵布阵，她看的都是大诗人写的优美文章，欣赏的都是最好的音乐和舞蹈。她心里的理想老公应该是像她爸爸那样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大英雄，或者是像朝廷里那些穿着干净长袍、满腹经纶、说话非常有智慧的聪明人。结果到了新婚的那天晚上，头上的红盖头一掀开，高阳公主满心期待地抬起头，看到的是一个满身酒气、满脸通红，只会看着她流口水傻笑的粗人。这个男人可能连一句完整的好听话都说不出来，只会傻乎乎地看着她。这就好比现在咱们这里，一个辛辛苦苦去国外念书，拿到博士学位的聪明女孩子，被家里人逼着嫁给了一个天天只知道在街头喝酒打牌，连报纸上的字都认不全的小混混。那种绝望和恶心的感觉有多痛苦，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嫁过去之后，
高阳公主的日子过得非常压抑，非常憋屈。房家是个世代读书的书香门第，家里规矩很大，早上要请安吃饭，不能发出声音。虽然公公婆婆因为她是公主，不敢当面骂她，还得处处让着她，但是在这个大宅院里，她连一个能说心里话、能听懂她讲话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活埋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坟墓里一样，每天都能呼吸，但是每天都觉得快要窒息了。每天看着那个笨笨的丈夫，听着他说今天在山上打了几只兔子，明天要去哪里跟狐朋狗友喝酒，高阳公主觉得非常反胃，连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她拥有了全天下女人羡慕的财富和地位，穿的是最好的丝绸，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她的灵魂却快要饿死了，快要憋疯了。她开始每天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买各种贵重但是没有用的东西，天天带着一大群护卫和狗，骑着马去城外面打猎兜风。她想要用这种疯狂的运动来发泄心里的不满。外面的老百姓看到她这个样子，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个公主太骄傲了，太难伺候了。房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娶了这么个少奶奶。其实老百姓根本不懂她，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她。其实是因为心里太孤独了，那种在人群里的孤独，比一个人待在荒岛上还要可怕。她就像一只被关在纯金打造的笼子里的老鹰，每天只能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她心里那团从小被爸爸惯出来的渴望自由和刺激的火，快要把她自己给烧成灰了。她极度渴望能遇到一个懂她的人，一个能和她在同一个频道上讲话，能接住她的聪明才智的人。她不在乎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她只在乎这个人能不能和她进行灵魂上的交流。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旁边那个粗鲁丈夫如雷一样的打呼声，她都恨不得拿刀把这个房子给劈开。老天爷好像听到了她的心声，但是老天爷给她开了一个非常残忍、非常致命的玩笑。有一年的秋天，满山的树叶都变黄了，风景非常漂亮。高阳公主又觉得在家里看着那个傻丈夫太闷了，就带着一大帮人去终南山里打猎散心。在树林里骑着马追赶一只小动物的时候，她心里烦躁，马越跑越快，结果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跟后面的随从走散了。她一个人骑着马，不知不觉来到了一片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的树林深处。在树林的尽头，有一间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茅草屋，茅草屋的周围种着一些青菜，还有一条小溪在旁边流过，景色非常清幽。这间茅草屋可不是普通的猎人住的地方，它是当时国家专门安排给一些高级和尚，用来安静翻译国外带回来的佛经的地方。高阳公主满头大汗地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走到茅草屋前面，想讨口水喝。正好这个时候，茅草屋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穿着朴素灰色衣服、非常年轻的和尚。这个和尚的名字叫做辩机，可不是一般的在小庙里敲钟的和尚，他是当时鼎鼎大名，去西方取经回来，全长安城老百姓都非常尊敬的唐三藏法师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当时唐三藏正在组织人手，把从印度带回来的几百部佛经翻译成中文。因为辩机极其聪明，文章写得极好，被特别挑选出来做这个最重要的工作。辩机和尚那年才20多岁，正是男人最美好的年纪。他长得非常清秀，眉毛很浓，眼睛很深邃，身上有一种长期读书、长期念经培养出来的非常干净、非常出尘的气质。他刚刚帮着师傅在屋子里翻译完厚厚的经书，觉得眼睛有点酸，就推开门出来透透气。这一刻，周围的风好像都停止了，时间好像也停止了。
一边是穿着华丽打猎衣服、满头大汗、脸颊通红、充满野性和活力的皇家公主，一边是穿着粗布衣服、清心寡欲、满肚子学问、眼神清澈的年轻和尚。当高阳公主看到卞姬的那一眼，她心里那个空虚了很久的黑洞突然就被填满了。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剃了光头的和尚，而是一个懂大道理、看过外面大千世界、有着高级灵魂的男人。这正是她那个只会骑马射箭的粗鲁丈夫永远也无法给她的东西。对于卞姬和尚来说，这一眼也是致命的，是逃不掉的劫难。他从小在庙里长大，看惯了木头雕刻的佛像，看惯了一本又一本枯燥的经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鲜活、这么热烈、这么有侵略性的女人。高阳公主那种高高在上、看不起天下人的骄傲气质，还有那种像火一样不顾一切的眼神，瞬间就打破了他心里修炼了10几年的平静。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镇定，但是他的心跳已经彻底乱了。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就在这个荒山野岭的茅草屋前面，擦出了非常可怕的火花。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或者是写小说的人，都觉得他们只是为了追求身体上的刺激，觉得高阳公主是个淫荡的女人。老高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的。这种看法太低估了高阳公主的眼光，也太侮辱了她的智商。高阳公主如果是为了找长得好看的年轻男人，凭她是皇帝最疼爱的女儿的身份，她只要稍微给个暗示，要在京城里找100个比卞姬长得还好看的男人都行，根本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深山里来找个和尚。她之所以对这个在深山里的和尚死心塌地，甚至后来连公主的命都不要了，完全是因为她在这个和尚这里找到了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听懂她讲话的人。在那个小小的破茅草屋里，他们绝对不一开始就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卞姬和尚一定给他倒了茶，然后给他讲了很多很多外面的故事。他参与翻译西域的经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西域100多个国家的不同风俗习惯。他给高阳公主讲沙漠里漫天的黄沙，讲印度那边宽广的河流，讲高昌国的葡萄有多甜，讲师傅在沙漠里差点渴死，最后靠着信仰走出来的故事，讲佛经里关于人生痛苦、关于宇宙和星星的大道理。他用那种非常好听的声音，把一个极其宏大的世界展现在高阳公主的面前。高阳公主拖着下巴，安安静静地听着这些故事。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插上了翅膀，飞出了那个沉闷的长安城。她觉得自己以前在皇宫里、在宰相府里的日子简直是白活了。她觉得那个放满金银珠宝的家，就像是一个俗气到了极点的猪圈。卞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像是一束光，照亮了她原本灰暗无聊的人生。她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人讲话可以这么好听，这么有智慧。卞姬成了她的老师，成了她灵魂的向导，成了她在这浑浊世界里唯一的解药。而对于卞姬这个年轻和尚来说呢，他虽然读了很多经书，懂得很多大道理，但他毕竟还是个有血有肉的年轻男人。他从书本上读到了普度众生，读到了红尘的痛苦，但是通过高阳公主，他才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什么是红尘，什么是活生生的人的感情。高阳公主那种热烈的爱，那种大胆的追求，对他来说是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巨大生命力。在翻译经书的漫漫长夜里，高阳公主变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影子。每当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佛祖的脸，而是高阳公主那满是汗水的笑脸。他们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生命里残缺的那一半。这种灵魂上的高度契合，让他们在那个讲究死规矩的封建时代，产生了一种全世界都反对，但我们偏要在一起的悲壮感觉。
他们2个人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在一起了。这在古代可是杀头的大罪，是要灭9族，连累家人的。一个是结了婚的皇家公主，一个是守着严格规矩的高级和尚。如果被人发现，皇家的名声全毁了，佛教的脸面也丢尽了。但是高阳公主不怕，她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被压抑了这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更是觉得什么都不在乎。她每天找各种借口去山里打猎，其实就是去茅草屋里找辩机幽会。更荒唐，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高阳公主每天往深山里跑，或者悄悄把人接回来。她的那个合法老公，那个房家老二，虽然脑子不太聪明，但很快也发现自己老婆不对劲了。怎么老婆最近心情这么好，而且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按理说，在古代那种社会，男人的面子比天还大，所谓的大丈夫怎么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给自己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作为一个有脾气的男人，肯定是受不了的，肯定要拔出刀来闹个天翻地覆，甚至跑到皇帝面前去告状，要求严惩这对奸夫淫妇。但是在高阳公主的家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简直就像是一场荒诞的喜剧电影。高阳公主发现老公起疑心之后，一点都不害怕，也没有掩饰，更没有求老公原谅。她直接把老公叫到房间里，非常干脆，非常霸道地摊牌了。她坐在名贵的椅子上，冷冷地看着站着的房家老二说：“我不爱你，你是个只知道打猎喝酒的粗人，你也不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但是你放心，我也不会让你吃亏。我们做个交易，咱们以后各过各的日子，谁也别管谁。”高阳公主马上叫人领进来2个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经过专门训练的漂亮丫鬟，直接送给老公做小妾。不仅如此，她还让人搬来了一箱一箱的金银珠宝，成匹的绫罗绸缎全都送给房家老二。高阳公主提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而且非常强硬，就是以后我出去找那个和尚的时候，或者那个和尚来我们家后院的时候，你不要管我。你不仅不能管，你还要在门外帮我把风，不能让别人打扰我们。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在里面睡觉。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看，这世上还有这么荒唐、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吗？堂堂一个大唐朝宰相的亲生儿子，当朝皇帝的亲封驸马爷，面对老婆的这种无理要求，他竟然没有生气，没有拔剑。他眼睛发直地看了看那2个漂亮的丫鬟，又看了看那几箱子闪闪发光的金子，他竟然高高兴兴地搓着手答应了，连连点头说好。从此以后，每当高阳公主在房间里和那个辩机和尚谈情说爱、讨论佛经的时候，这个当老公的房家老二就在门外院子里，像个忠心耿耿的保安一样守着。如果有别的下人走过来，他还会大声把人家骂走，说公主在休息，不准打扰。这说明了什么深刻的问题？这说明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皇帝赋予公主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可以无视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地步。男人的尊严，所谓的3纲5常，在绝对的权力和金钱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像一张擦鼻涕的破纸一样脆弱。房家老二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清楚，自己根本管不了这个凶悍的公主。如果闹翻了去告状，皇帝肯定帮自己的亲生女儿，说不定还要给自己定个罪名掉脑袋，自己的家族也会跟着倒霉。既然管不了，不如拿点实际的好处，享受自己的人生，大家各玩各的，谁也不吃亏。这就是一场封建婚姻制度下非常恶心、非常悲哀，但是又非常现实的利益交换。
这种荒唐透顶但又达到了一种奇怪平衡的日子。过了1年多，在这段时间里，高阳公主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如梦如幻的极度快乐里。白天她是高高在上，享受全天下人尊敬的尊贵公主，走在街上威风凛凛，老公对她百依百顺，从不惹她生气。晚上或者偷偷见面的幽会时光里，她是沉浸在爱情里，被聪明男人理解，被温柔对待的小女人。她以为自己用权力和金钱战胜了世俗的规则，战胜了老天爷的安排。她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这样，既享受着皇家的富贵，又拥有绝美的爱情，一直骗过所有人，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是她忘记了一句老话，老天爷要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所有命运送给你的礼物，其实早就暗中写好了血淋淋的价钱，只等时间一到，就要你来还债。在恋爱中的女人，不管她平时有多聪明，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智商真的是零。高阳公主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个年轻和尚的爱，觉得送那些普通的金银财宝太俗气了，配不上卞姬那种高雅的气质。她决定送给卞姬一件非常特别、全天下独一无二的礼物，也就是咱们一开头提到的那个引发命案的金宝神枕头。这个金枕头可不是在外面街上的首饰店里随便花钱能买到的普通枕头，那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了外面的敌人之后，西域的国王为了讨好大唐，专门进贡的稀世珍宝。后来唐太宗觉得太好看了，就亲手赏赐给了自己最疼爱的高阳公主。这个枕头是用一整块上等的极品白玉石，加上纯金打造的框架做成的，上面镶嵌着各种颜色闪闪发光的红宝石、蓝宝石。最关键的是，这个枕头的表面上精心地雕刻着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龙凤图案，任何人只要一看就知道，这是皇宫里出来的御用物品，是皇帝家的东西。普通老百姓如果家里藏着这种东西，被发现了那是要掉脑袋的。连普通的大官和将军都不敢用这种带有龙凤图案的东西。高阳公主把这个象征着皇家身份的枕头偷偷送给和尚，在女人的心理上意思非常浪漫，就是希望和尚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头枕在这个玉枕头上就能想起她，就像她天天陪在身边一样。这是一种非常私密的情感表达，但是在一个讲究严酷法律和规矩的国家里，这就是一个极其致命、极其愚蠢的错误。你把皇家御用的东西私下里送给一个外面的和尚，这在唐朝的严苛法律里叫做盗窃皇家财物，叫做大不敬，抓到了是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大罪名。那个绝顶聪明、读了那么多书的卞姬和尚，难道不知道这个金枕头是个烫手山芋，是个会随时要命的催命符吗？他肯定知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枕头的时候，就知道这东西不能拿。当高阳公主把这个流光溢彩的枕头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心里一定犹豫过，深深地颤抖过。收下这个枕头，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挂在了裤腰带上，随时准备去见阎王爷。但是他最终还是默默地收下了。为什么？因为他爱得太深了，他在感情的泥沼里已经陷得拔不出来了，理智已经完全被排山倒海的感情给打败了。他无法拒绝高阳公主的一片痴心，他把这个金光闪闪、代表着杀头大罪的皇家枕头悄悄地放在了自己寺庙里那张简陋的木头单人床上。每天晚上，他脱下粗糙的粗布僧袍，头枕在冰冷但是光滑的玉枕上睡觉。在梦里，他仿佛还能闻到公主身上那种特有的名贵香水味，还能听到公主娇俏的笑声。就这样，一颗随时会爆炸、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埋在了这个年轻和尚的房间里，也埋在了大唐王朝表面繁华的平静之下。这颗炸弹终于还是爆炸了，而且引爆它的不是什么朝廷里的大官，
而是一个微不足道、像老鼠一样的小人物。在贞观19年左右的一个晚上，长安城负责治安的官署，也就是御史台的巡逻兵，在黑灯瞎火的街上巡逻的时候，抓到了一个鬼鬼祟祟、正在翻墙的小偷。这个小偷平时就是个在街头混日子、到处偷鸡摸狗的无赖，这次因为运气不好，被抓到了官署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为了少挨一顿皮肉之苦的毒打，或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不被发配到几千里外的边疆去受苦，他眼珠子一转，悄悄地跟审问他的警察长官说：“长官，我平时虽然偷了不少衣服和粮食，犯了点小错，但是我这次偷到了一件大宝贝，绝对不是凡品。我不敢拿去当铺卖，我一直藏在床底下。我愿意把这个宝贝交出来送给国家，换我一条活路，求长官开恩。”当警察押着小偷去他那个破烂的家里搜查，从小偷床底下的破包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个金光闪闪的枕头时，当时在场的所有警察，包括那个见多识广的长官，都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腿都软了。大家虽然没进过皇宫，但是一看那个精美绝伦的龙凤花纹，还有那极品玉石在油灯下散发出的光泽，就知道这绝对是皇宫里皇上或者皇后娘娘们用的东西。这可是通天的大案子，弄不好全官署的人都要被说成是办事不力，跟着受牵连，甚至丢官罢职。警察长官马上急了，拍着桌子大声逼问小偷：“你老实交代，这东西到底是你在哪里偷来的？你是不是伙同别人去偷了皇宫里的宝库？”小偷吓得浑身发抖，趴在地上拼命磕头，额头都磕破了。他哭着指着外面说：“长官，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去偷皇宫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是我前几天晚上翻墙进了弘福寺，从那个叫辩机的和尚房间里偷出来的。当时他不在房间，我看这个东西闪闪发光，以为是个值钱的普通古董，就拿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呀。”这句话一出来，整个审讯室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见。大家都不敢相信，大唐最有名的年轻高僧的房间里，怎么会有皇宫里的玉枕头？官署的局长接到紧急报告后，满头大汗，知道这事情自己这个级别绝对处理不了，也不敢隐瞒。他马上连夜写了紧急报告，把那个金宝神枕头小心翼翼地放在木头盒子里，派快马一起送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办公桌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试着闭上眼睛，站在唐太宗的角度，体会一下他当时打开那个木盒子时的心情。唐太宗可是个杀伐果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生气连宰相都要发抖的皇帝，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是当他漫不经心地打开盒子，看到盒子里那个玉枕头的时候，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巨响，血压一下子就飙升上来了，感觉天旋地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当年打了胜仗，亲手赏赐给宝贝女儿高阳公主的东西。现在这个本来应该在公主府的宝贝，竟然出现在一个和尚的单人床上。这说明什么？这只要稍微动动脑子，不需要任何神探就能想明白。这说明自己最疼爱、从小捧在手心里怕摔了的女儿，不仅不守妇道，给当朝宰相的儿子戴了绿帽子，败坏了家风，而且还是跟一个光头和尚搞外遇，做出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丑事，甚至还不知羞耻地把皇家的宝贝拿去讨好那个和尚，把皇家的脸面，李家祖宗几十代的脸面都丢到了长安城的大街上，成了全天下人的笑柄。唐太宗晚年非常信奉佛教，对那些高僧非常尊敬，还亲自接见过唐三藏。现在大唐佛教界最有名、最被看好的一个年轻和尚，竟然做出了这种肮脏不堪的事情，这是把皇家和佛家的脸面一起放在地上踩啊！
当皇室的尊严还有父亲的脸面在同一时间被这桩丑闻狠狠刺痛的时候，唐太宗彻底爆发了，他的理智防线全面崩溃了。在这个已经老了的帝王眼里，这不是简单的年轻男女做错事，这不是普通的桃色新闻，这是对整个国家法律，对他这个皇帝绝对权威的公然挑衅。如果不严惩，他以后怎么在历史上留名？怎么管理天下？怎么面对那些每天跪在地上喊万岁的大臣？如果不杀鸡儆猴，皇家的威严何在？唐太宗连当面审问那个和尚都没有进行，甚至连叫女儿进宫听他解释一句的机会都没有给。他直接坐在书桌前，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带着浓浓杀气和极度愤怒的圣旨，命令御林军把那个叫卞基的和尚马上抓起来，打入死牢，判处腰斩，立刻执行，绝不宽恕。什么是腰斩？老高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详细解释一下，胆子小的朋友深呼吸一下。腰斩就是古代一种极其残忍、极其野蛮的重刑。刽子手用一把巨大的、非常重的铁铡刀，把犯人衣服扒光，按在一个大木头台子上，从人的腰部正中间，也就是肚脐眼那个位置，一刀切下去，活活把人切成两半。因为人的心脏、肺部这些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所以人被从腰部切成两半之后，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不会马上死掉或者晕过去。犯人要在极度清醒的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下半身跟自己分开了，看着自己的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要在冰冷的地上痛苦地挣扎，哀嚎很久很久，等到血流干了才会慢慢断气。这是一种非常恶毒、带有强烈侮辱性质和报复性质的惩罚。唐太宗就是要用这种最惨烈、最痛苦的方式，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和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以儆效尤，让所有人都知道触怒皇权的下场。行刑的那一天，长安城的刑场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那个原本前途无量、满腹经纶，刚刚帮着师傅翻译了无数重要经书，被无数人敬仰的年轻高僧，被五花大绑地拖到了满是血迹的刑场上。他那身原本一尘不染的白色僧袍，已经被牢房里的泥土和血迹弄得脏兮兮的。当那个沉重的铁铡刀落下的那一刻，惨叫声响起，鲜血溅了一地。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可能会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没控制住凡人的感情，毁了师父辛苦建立的期望，毁了佛门的清誉。但老高觉得，他可能在心底最深处，即使在承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时，也并不后悔认识高阳公主，因为那是他这短短20多年枯燥的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感受过什么是活生生的人，什么是红尘里真实的温度。只可惜这种感情的温度太烫了，直接把他烧成了灰烬。那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和尚就这样凄惨地死了。那么咱们的另一个主角，引发这场血案的高阳公主呢？作为皇帝最疼爱的亲生女儿，唐太宗虽然气得发疯，气得想摔东西，但终究虎毒不食子，没有下令杀掉自己的亲骨肉。但是唐太宗做了一件比直接杀他还要残忍100倍，要在精神上摧毁他的事情。唐太宗下令把高阳公主身边所有伺候的、知道公主和和尚这件丑事，并且帮忙掩护的丫鬟和太监，一共10几个人，全部用铁链锁着，拉到公主府的院子里，当着高阳公主的面，一个个挥起大刀砍掉脑袋。唐太宗的意思很明白，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杀你，我给你留条活命，但是我要把这些贴身伺候你的下人全杀了，让你亲眼看看这些因为你的放荡和任性而流出来的血。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在内疚，在深深的恐惧，在每天晚上的噩梦中活下去。这是一种极度残忍、杀人诛心的心理折磨。
面对爱人被腰斩的惨死消息，面对身边无辜下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高阳公主是什么反应呢？大家可能会以为她会哭得晕死过去，或者跪在地上抱着来传旨的官员的大腿求饶。但是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在书上冷冷地写了几个字：公主不为荣。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高阳公主穿着华丽的衣服，笔直地站在血泊旁边，脸上没有一点点悲伤或者害怕的表情，她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喊叫，她就像一个被抽干了灵魂的木头雕像一样，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眼神空洞的可怕。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她是铁石心肠，是个没有感情的冷血怪物。其实在心理学上，当一个人的心痛到极点，当悲伤超过了人类神经能承受的极限时，眼泪是流不出来的，因为心已经碎成粉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从那个和尚被沉重的铡刀切成2半，倒在血泊里的那一秒钟起，高阳公主的心就已经彻底死了，永远的死掉了。那个曾经会拉着爸爸的手撒娇要礼物的小女孩死了，那个在深山茅草屋里充满幻想，眼睛里有光的恋爱女人也死了，留在世界上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一具被仇恨和怨毒填满的行尸走肉。他对大唐王朝，对这个高高在上的皇权，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留恋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想要毁灭一切的恨意。他想要所有人陪葬，他恨他的爸爸唐太宗，他在心里绝望的怒吼：是你给了我锦衣玉食，也是你亲手残忍地毁了我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救赎。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为了你的皇家面子，为了你所谓的规矩，你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杀了我最爱的人。好，那我就要让你看看，失去灵魂的我是怎么把你最在乎的面子，把李家皇室高贵的脸面狠狠踩在最臭的烂泥巴里的。她恨她那个懦弱没用的老公房遗爱，如果不是这种恶心透顶、充满算计的政治婚姻，如果自己是个不用守规矩的普通老百姓，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种生不如死，连爱一个人都不行的地步？他更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强盛无比的国家，什么大唐盛世，什么天朝大国，连一份最简单的两情相悦的爱情都容不下，算什么狗屁盛世？从此以后，高阳公主彻底变了一个人，她变成了一个一心只想报复、行为极其疯狂、完全不要脸面的疯女人。她开始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在外面找各种男人，甚至专门去找道士，找其他的和尚带回府里寻欢作乐。她根本不在乎外面的老百姓怎么看她，也不在乎朝廷里的言官怎么弹劾她，她就是要故意败坏皇家的名声，就是要往唐太宗那张威严的脸上抹黑。没过几年，唐太宗老了，生了重病，最后死在了宫里。全国老百姓都在披麻戴孝地哭，皇宫里所有的公主、皇子、妃子们都哭得昏天黑地，甚至有人哭得晕倒在地，唯独高阳公主冷冷地站在旁边，脸上还是和当年看丫鬟被杀时一样，一点表情都没有，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那些大臣和太监都在背后偷偷骂她不孝顺，是个养不熟的冷血白眼狼。其实他们不懂，高阳公主是在用这种最冷酷、最绝情的方式，向她那个死去的父亲做最后的抗议，做无声的恶毒报复。你杀我的爱人，你死了，我绝不流一滴眼泪，这是你欠我的。唐太宗死后，新的皇帝，也就是唐高宗李治上位了。新皇帝性格比较软弱，身体也不太好，控制不住大局，这就给了高阳公主发疯的绝佳机会。她觉得这个国家太平静了，她要制造巨大的混乱，她要报复这个李家的天下。她开始和那个原本就没什么感情、
一直被他看不起，像狗一样使唤的老公房家老二一起密谋。他到处花大把的钱去联络一些对朝廷不满、觉得没有得到重用的大官和有着兵权的王爷，在家里偷偷商量着准备要造反，推翻现在的皇帝李治。老高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资料，老高觉得高阳公主根本就不是为了当什么像后来武则天那样的女皇帝，她连造反的详细计划都没有想好，手下连几百个能打仗的兵都没有，全是一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怎么可能造反成功？他其实就是想把事情闹大，闹得满城风雨。他就像是一个极度绝望，在屋子里到处乱砸东西，想要引起大人注意，想要发泄愤怒的疯小孩。他想把这个害死他爱人的国家给彻底搞乱，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在潜意识里一直求死。他活得太痛苦了，每天行尸走肉，他想找个正当的借口，犯一个抄家灭族的大罪，让朝廷把他也杀掉，好让他早点去地下陪那个被腰斩的和尚。高阳公主的这种疯狂和幼稚的造反游戏，正好被当时朝廷里一个权力极大、叫长孙无忌的权臣给利用了。这个长孙大人是个老狐狸，正愁找不到借口来清理那些平时不听话、对皇帝有威胁的王爷和政敌。高阳公主这一闹事，这简直是瞌睡送来了枕头，是送上门来的绝佳借口。长孙无忌马上派兵包围了公主府，就把高阳公主的老公房遗爱抓了起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没骨气的房遗爱什么都招了。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顺便把一大批平时看不顺眼的皇亲国戚，包括很多有战功的将军和王爷，都强行牵连了进去，说他们都是同谋。最后长孙无忌大笔一挥，把这些人全部判了死刑，连坐杀了无数人。这是一场非常残酷、血流成河、让人心惊胆战的政治大清洗。高阳公主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愤，为了满足自己求死的愿望，最后像蝴蝶效应一样，害死了无数无辜的或者被冤枉的人，把整个大唐的宗室杀得血流成河、哀鸿遍野。最后新皇帝的圣旨带着死亡的最终判决，送到了高阳公主那座曾经无比繁华、天天夜夜笙歌的公主府上。因为她是太宗的亲生公主，保留了皇室最后的那么一点点体面，皇帝赐她一条白绫或者一杯毒药，让她自己体面的了断，不用去刑场上被砍头。当传旨的太监端着放毒酒的盘子战战兢兢地走进房间的时候，高阳公主可能是那漫长的几年行尸走肉的时间里最平静、最放松，也是最开心的一天。她挥挥手赶走了身边哭哭啼啼、乱作一团的下人。她安安静静地坐在名贵的铜镜前面，看着自己那张因为长期的仇恨和放纵而变得有些憔悴，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绝世风华的脸。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伸出白皙的手，端起那杯装满毒药的酒。她的手一点都没有发抖，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解脱的微笑。因为对他来说，这杯装满毒药的酒根本不是夺取生命的毒药，而是解救他脱离这无边苦海的解药。喝下去，他就可以永远闭上眼睛，不再做这个充满痛苦和无数束缚的大唐公主，就可以彻底摆脱这肮脏、充满了算计的朝廷。他就可以轻飘飘地回到那年秋天的终南山树林里，那个穿着灰色粗布僧袍的年轻和尚还在那个洒满阳光的茅草屋前面捧着经书，微笑着等他回去。随着毒酒一饮而尽，高阳公主感觉喉咙和肠胃一阵剧痛，然后她慢慢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彻底结束了她疯狂、可恨又极其悲惨的一生。可是历史对她和那个和尚的惩罚才刚刚开始。后来的几百年里，那些负责写历史书、高高在上的男人们，为了警告后来的女人不要干涉国家大事，要乖乖听男人的话，故意在书里把高阳公主写成了一个
只会贪图身体享乐、恶毒无比、淫荡无耻的坏女人。他们故意抹去了高阳公主对精神交流的极度渴望，抹去了她内心的痛苦、被逼无奈的孤独和绝望，把国家发生动乱的所有错误都简单粗暴地推到了她一个女人的身上。而那个因为她而被腰斩、死得极其惨烈的和尚辩机呢？他辛苦去西域，拼了命翻译的那部伟大的、记录了西域地理和风俗的佛经巨著，还在世世代代被和尚们流传，成为了国家的重宝。但是他本人的名字却成了一个让人不齿的肮脏污点，成为了所有出家人必须引以为戒、绝对不能提起的反面教材。他们两个人在这浩瀚无边、全由男人书写的历史长河里，就像是这件大唐盛世华丽长袍上的两个被烟头烧出来的破洞，被正统的历史无情地掩盖，被后来的读书人无情地唾骂了1000多年。但是今天晚上，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普通老百姓，在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完整故事之后，或许可以试着放下那些古板冷酷的道德审判，给他们一点点跨越时空的、充满人情味的理解。他们可能并不是骨子里有多坏的、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下，碰到了那个能够真正听懂自己说话的人。如果那个长安城的倒霉小偷那天晚上没有翻墙去偷那个闪闪发光的金枕头，如果唐太宗能稍微听听女儿的想法，让高阳公主嫁给一个真正懂诗词歌赋的聪明男人，如果那个和尚一直在西域翻译经书，没有在这个秋天走出门遇到公主，他们的人生肯定会按照设定好的剧本走得非常完美，成为历史上的模范。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重来的彩排。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法改变的残缺，有了这些血淋淋的缺憾和痛苦，才让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有过这么两个极度孤独的灵魂。为了能够互相理解，为了那一点点精神上的微弱火花，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地对抗了整个冰冷、不通人情的封建世界。好了，夜已经很深了，外面的街道也很安静了，可能都起风了。今天晚上，老高的故事就啰啰嗦嗦、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写下你心里最真实的感受。你觉得高阳公主这个女人，她到底是活该，还是值得大家去同情呢？那个辩机和尚，他为了感情送了命，他真的在临死前觉得自己错了吗？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畅所欲言，一起交流探讨。大家晚安，喝口温水，盖好被子，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早起，明天同一时间睡前故事会，咱们接着讲好听的、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